爸爸为了救我意外死亡，我悲痛欲绝，主动承担了家里的债务。我为了还债跑断腿，甚至辍了学拼命打工。没想到3年后却发现爸爸是假死，带着小三和私生女，正花着我的钱逍遥。我去找他理论，却被他反手杀死。重生后，我回到了爸爸意外死亡那天。这一世，我首先叫来道士，对他的尸体疯狂做法。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大宽啊，你怎么就这么死了呀？为了救这个赔钱货，值得吗？悲凄的哭嚎声不绝于耳。我睁开眼，又被推了一下。奶奶李春花狠狠给了我一巴掌，眼神满是厌恶。你这个克死亲爹的小贱货，跟你那个早死的妈一样命贱。明明该死的就是你，为什么死的是我的大宽呢？都是因为你贪玩，非要去山上。大宽为了救你，才被毒蛇咬死的。你这个贱货！奶奶悲痛的模样让我有些错愕地捏了捏自己的脸，是疼的，不过比起被掐死的疼痛，还是九牛一毛了。而我爸陈大宽正躺在奶奶家的地板上，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涂着紫色，看上去是中毒而死的。原来我重生了呀，还重生回到爸爸为了救我而死这一天。奶奶还在嚎啕大哭，演得跟真的似的。客厅里满满当当的聚集着同村的亲戚邻居们，这些人都是来吊唁的。一听奶奶说我爸是因为救我而死的，大家都有些唏嘘，沉默。你怎么能害死亲爸呢？是啊，这孩子，亲爹都死了，居然一滴眼泪都不掉。这孩子考上大学，怎么就变得狼心狗肺了？哎，众人不明情况，也跟着你一言我一语的数落我，还把准备好的铂金交给奶奶，让她节哀顺变。奶奶一边收铂金，一边不忘咒骂我。忽然，一伙人闯进了奶奶家的大院，扯着嗓子大喊：陈大宽，出来还钱！你欠我们的500万，今天必须还上，否则我们弄死你！熟悉的声音传来了，接着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蹒跚过去哀求：我们家大宽已经死了呀，是为了救这个赔钱货才死的，你们要讨债就找他去讨。几道凶狠而阴沉的目光同时落在我身上，我站在原地，一脸冷漠地看着奶奶演戏，因为我知道我爸是假死的，而吸血虫一样的奶奶一直在帮他演戏。母子俩为了把我推向深渊，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既然老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就绝对不会放过。我一边想着，一边赶紧挡在奶奶身前。你说我爸欠了债，讨债人拿出一张字据，你爸签字按手印借了我们100万，现在利滚利已经涨到300万了。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他，这钱他必须还。可我爸已经死了呀，人死债轻，不行，他死了就你来还，否则我们就拿你们家房子抵债。说到这里，我悠悠叹气，故作伤心。奶奶，还债的事先放在一边，既然我爸已经死了，那咱们就尽快下葬吧。我已经安排好火葬场了。一听到火葬2字，奶奶陡然瞪大了眼，冲上来便要阻止我。不行，你要烧死我儿子啊，他中计。我便故作惊讶道：火葬之后得骨灰安葬在老陈家祖坟，入土为安，这不是常识吗？奶奶，你神这么慌张做什么？再说爸爸已经死了，怎么会被烧死呢？奶奶，你在说什么呀？奶奶心虚地看了我一眼，旋即低头咕哝道：那也不行，我舍不得我儿子被火烧，哪怕他死了也得保留全尸，封棺下葬。此话一出，旁边的亲戚们非常困惑，他婶子怎么能让大宽封棺下葬啊？
咱家祖坟可没有这个先例。就是啊，也没给大宽准备棺材呀，只有骨灰盒。对呀，现在讨债的都上门了，你们还哪有钱买棺材呀？亲戚们你一言我一语，我则假装伤心的大哭起来。我爸惨死，又逢讨债，我们一家子这是什么命啊？求你们劝劝我奶奶，让我爸赶紧火化吧。说完，我悄悄观察奶奶的反应，奶奶脸色紧张，依然坚持要封棺下葬。我不管，祖坟地方不够大，就葬到院子里，反正我要保留我儿子的全尸。我趁机躲到房间里，暗暗用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儿，我走出房间，一脸悲痛道：奶奶，你可不能这么对待我爸呀，他生前的遗愿就是海葬，我要按照他的愿望把骨灰撒到大海里。你说的对呀，我爸命不该绝，这也算是横死，得找个萨满过来做做法事。我已经找人过来了。我说完，奶奶的眼睛已经瞪大了。我叫陈默，早年丧母。我爸陈大宽是个薄情又不负责任的渣男，母亲在时他就经常夜不归宿，自打母亲死后，他就更是对我撒手不管。每次我卑微的找他要生活费，都会被他一顿臭骂。他还咒我为什么不跟我妈一起死了算了。我靠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经济独立，不再看他脸色。没想到上一世的3天前，陈大宽却突然一反常态，要带我出去玩。我以为是他良心发现，便毫无戒备地跟他出去了。没想到他带我回到奶奶家的村庄，走山路的时候，我们意外遇到了一条毒蛇。陈大宽二话不说，立刻挡在我面前。结果他在跟毒蛇搏斗的时候被蛇咬伤，中毒后不小心滚落山崖，当场毙命。他死后留下了300万的债务给我。奶奶道德绑架说他是因为我而死，逼我还债。为此我辍学打工，拼命还债，还要赡养奶奶，每个月往家里打钱。没想到3年后，我却在社交平台看到了我爸晒出的旅游视频。照片中，他带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一起玩游乐场，还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拐着他的胳膊，甜甜地叫他老公。我顿时愣住，立刻返回奶奶家讨要说法，却正好目睹他带着小三和私生女回家吃饭。我终于意识到，这3年来他一直在诈死骗我，让我当牛做马帮他还债，而他自己在外面逍遥，拿着我拼命赚的钱给小三和私生女挥霍。我气火攻心，而他却立刻联手私生女和小三把我杀死。我的尸体被他们丢在后山，最后被狼吃了个干净。陈大宽还有些懊恼，说早知道就把我的器官割下来卖掉，这才是我最后的价值。私生女看着我的尸体冷笑，就你这种贱命，一辈子也就只配给我们做牛做马，死了也别来找我们，赶紧排队去投胎去，说不定还能投个差不多的人家，哈哈哈。回忆至此，我心痛如绞，发誓这一世绝对不会再被他们利用。此时奶奶还在阻拦殡仪馆的人，而我已经在心中做好了计划。看着躺在床上装死的陈大宽，我心中冷笑，不是爱装死吗？那接下来这一套专门对付尸体的招数，我倒要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住。我家在东北，这里有不少萨满，专门请大仙做法事超度死者，但我没有找正经的萨满，而是找了个假大仙，所以我刚才就是通过电话找了个假大仙，让他配合我也演一出戏。付完钱交代完后，他一来就神神叨叨的，演技堪称一绝。哎呀，这死的也太不巧了，这人本命不该绝，现在死了恐怕是要当厉鬼啊。
我暗暗瞥了一眼奶奶，奶奶满脸写着不屑。她知道爸爸没死，一看这就是个胡说八道的假大仙，快滚快滚！一看你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大仙，赶紧走！我立刻拉住奶奶，奶奶，我也希望爸爸的灵魂早日得到解脱呀！爸爸都死了，难道你真希望他变成孤魂野鬼？我给那个假大仙使眼色，假大仙收到讯号，立刻故作神秘道：“你们这个村这几年粮食收成差，就是因为有煞气。要是不好好镇一镇这股煞气，明年家家户户都会倒大霉。尤其是村长，你命里有一男孩，现在刚刚成型，要是不赶紧镇住陈大宽的阴魂，小心陈大宽投胎到媳妇肚子里。”此话一出，周围人有的愣有的惊，但仅仅过了1秒就开始不屑，因为大家都知道村长老婆压根不能生育，所以认准了他是骗子。唯独村长脸色惨白如纸，这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有上一世3年后的经验，我深知村长早就出轨了村里的焦寡妇，而且这件事村长老婆不知道。焦寡妇就是在这时候怀了个男胎，几个月后悄悄生了下来。村长悄悄把我叫到了院子里去。沉默呀，你这个大仙是哪里请来的？我看出了村长眼中的慌乱和害怕，便立刻道：村长，你一定相信我，这位大仙真的是很灵，你要是不让他赶紧帮我爸把冤魂定住，后患无穷啊！村长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是真的想要个男孩，也是真的害怕我爸的鬼魂。当然，前提他不知道我爸和奶奶的计谋，以为我爸真的死了。想着，村长咬牙，直接跟着我回到客厅。我说：老太太呀，陈大宽既然已经死了，自然要遵循阴间的流程，为了咱们村，开始做法吧。奶奶瞪大了眼：不行，绝对不行！谁知道这死丫头从哪里拐来个骗子，要害我大宽，我绝对不允许！可还不等她说完，下一秒，假道士就把一根钢针插入了我爸的大腿，噗呲一声，我都替我爸感到疼。奶奶大叫起来：这叫定魂针，我不定住他，鬼魂就祸害人间。我爸的身体抽搐了一下，却还是在强忍着疼装死。看到这一幕，我差点笑出了声，手却紧紧抓着奶奶，阻止她破坏法事。奶奶，你可千万别坏事啊！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整个村子的利益，对吧，村长？村长眼神一凛，立刻命2个壮汉一左一右拦住奶奶。老太太，你可别胡闹啊！这可是关乎村子生计的大事。奶奶急得跳脚：哎呦，你们欺负人啊！怎么能这么对我的大宽？贾大仙看了我一眼，又继续施针，一共有6针，分别对应2胳膊、2腿还有心脏。又一针下去后，尸体的嘴角开始抽搐。贾道士眼疾手快，剩下几根针刷刷刷迅速插上，6股血柱从尸体身上喷涌而出，飙在了大姨二姑们已经痴呆的脸上。接下来的场面已经不是我爸反生能控制的了。得了，血？怎么会有血？大宽不是死了吗？死人怎么还会流血？好在还是有点有常识的人在，立刻发现了这个问题。而我爸忍疼忍的也已经冷汗直冒了。我故作惊慌，立刻推开贾大仙上去看我爸。爸，你还活着吗？爸，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一边在我爸耳朵边上大吼，一边暗中使劲掐他的肉。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爸身上，绝不可能注意到我的动作。可能是我掐得太狠，这次陈大宽终于疼得尖叫一声，坐起了身。围观的人都被这一幕吓得四散奔逃。诈尸了，诈尸了，闹鬼了，大家快跑！
而我迅速给了贾大仙一个眼神，他立刻悄声退下。陈大宽满脸怒意，上来就抽了我一巴掌。你这个贱丫头，想害死老子吗？村长还留在我家，他看到这一幕也愣住了。陈大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死了吗？而且还是村里的大夫亲自告知的。当然，这大夫也是陈大宽提前收买过的。我爸面露尴尬，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哎呀，我也不清楚啊，睡了一觉，忽然就醒了。我故作感动的紧紧握着他的手。爸，太好了，原来你没死啊！我就说嘛，爸你身强力壮，怎么可能从那么矮的小山坡滚下去就死了呢？不管怎么说，爸你没死都是万幸了。咱家门口有些人正等着你呢。此刻我激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了家门。门口赫然站着2个人，正是我爸的小三于梅和私生女陈慧。一见到他们，我爸顿时缩成了鹌鹑。你们怎么会来这儿？于梅满脸怒容，上来狠狠抽了陈大宽一巴掌。陈大宽，你什么意思？死了要把遗产都留给陈默，不管我们娘俩。你不是说这次回老家是要彻底把陈默这个烂摊子丢掉吗？现在又是演的哪一出？联合他一起骗我！我告诉你，你做梦！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儿子呢，你就是死了，所有的钱也必须留给我儿子。陈慧也尖叫着：爸爸，你可不能不管我呀！你说过以后所有的钱都给我，不给陈默这个赔钱货的。那些讨债的人不依不饶，追着我爸要钱。好你个陈大宽，居然敢假死躲债，戏弄我们！这债你今天必须给我还上，否则我们直接让你见阎王去！顿时奶奶家乱作一团，而之前逃跑的村民们此刻也都回来看戏了。时机成熟了，我发挥演技，要让全村人看到我有多惨。奶奶，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到底是谁？我爸的小三和私生子吗？难道我爸假死就是为了他们吗？他放弃我这个亲生女儿，跟小三和私生女出去逍遥吗？你刚才还让我给他还债，我现在还是个学生啊！奶奶，你是想要我的命吗？我拼命摇晃着奶奶，她一下子打开我的手，怒道：管你什么事？你个赔钱货，有什么资格管大人的事？此话一出，众人都露出了吃瓜的表情。我继续发挥，哭得带雨梨花，一转头猛地跪在村长面前：各位父老乡亲，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没了妈，我爸从来都不管我，原来就是在外面有了个家，如今他还诈死骗我们大家，坑一波你们的慰问金，再顺利躲债，简直丧尽天良！我爸指着我怒道：你少胡说，我还不是为了救你才死的！我斜眼看他，可是你没死啊，爸，你真要是死了，伤口在哪？你一没流血，二没受伤，如果还狡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给你做身体检查。此话一出，陈大宽慌了，偏偏这时候于梅和陈慧还不依不饶，非要向他讨个说法。陈大宽，我接到个电话，说你假死要把钱都留给陈默，刚才我就带着女儿躲在门口听呢。果然如此，你还敢抵赖？于梅涨红了脸，冲上来就挠他。现在我爸和奶奶都懵了，他们当然也怀疑不到我头上，毕竟他们从来都没告诉过我关于那对母女的存在，而电话当然是我让人用陌生号码打的，只需要付钱就行了。上一世发现于梅母女的存在后，他们的电话号码我早就烂熟于心，所以我安排人打电话过去，告诉于梅陈大宽要假死躲债，还夸张地说陈大宽有不少私房钱，遗嘱把钱都留给了我，
1分钱都没给他留，让他肚子里的孩子什么都得不到。这一出手便是精准打击。此刻的陈大宽完全不清楚状况，眼瞧着四面八方的人都来指责他，他情急之下猛然踹我一脚：“赔钱货，都是你干的好事，你就是我天生的克星。”我忍着疼，继续哇哇大哭装可怜。村里人看不下去了，一开始还觉得我丧良心的人，此刻纷纷调转矛头，开始指责陈大宽，尤其是妇女都开始冲于梅翻白眼。陈大宽太不是个东西了吧？我还带着铂金来打点他们呢，还钱还钱！陈默真是可怜啊，爹这个德行，奶奶也不管，小时候就被饿得皮包骨。可怜陈默的妈，多贤良的女人，到死也没看清这个男人啊！人多嘴杂，奶奶和爸的脸面已经完全挂不住了。于梅紧紧捂着肚子，身旁的陈慧更是一脸怨气：“爸，事到如今，你就直接挑明了吧。我妈已经怀了男胎，难道你不想让老陈家传宗接代了？”我一听便知道这话是假的，因为上一世的3年后，于梅并没有儿子，所以现在这一出也一定是他故意说的谎话。奶奶却信以为真，急慌慌道：“当然要留我大孙子了，赔钱货我可不要。”大宽赶紧跟他断绝关系。我爸也说，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那我就只说了，于梅就是我在外面的女人，我死了老婆，难道还不能续弦了？眼瞧着我爸和奶奶脸色阴沉，丝毫没有顾及我的意思，我心里对他们也失去了最后一丝怜悯。可笑，上一世他们都能狠心杀我，我还指望他们对我有半点关怀吗？我趁机开了口：“既然如此，我现在就和陈家断绝关系。”说完，我草草拟了份断绝关系协议，让陈大宽和我一起签字按手印。陈大宽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坚决，一开始还有些犹豫，结果于梅和奶奶一起催促他，说这样正好，以后省得我再吃家里1粒米，花家里1分钱。陈大宽这才签了协议。虽然最开始他是想假死让我还债，可现在事情都被戳破了，他也只能作罢。而我们这边刚完事，讨债的便冲上来让陈大宽还钱。陈大宽没钱，被打成了缩头乌龟，只能连连讨饶。而我趁乱离开，把一切丢在身后。我没有耽搁时间，收拾了几样东西带走，便直接回了学校。上一世正是因为我被陈大宽一家子拖累，才错过了奖学金和保研的机会，所以这一世我无论如何也要保住我的奖学金，不再让这家子吸血鬼毁了我的人生。回头请了律师，这律师是我大学同学的亲戚，因为关系好，帮我出了不少主意。有法律援助的情况下，我也没花几个钱。接着我就要告我爸婚内出轨、同婚罪，再加上过去他给那娘俩花的每1分钱，我都要讨回来。陈大宽假死一事在村里口口相传，村长对贾大仙说的话深信不疑，为了躲晦气，把下一季度原本要包给我家的活转给了别人。讨债的发现自己被耍后，硬是在奶奶家住了1周，拼命搜刮，才搜刮出10万块钱现金。至于于梅和陈慧，因为得知陈大宽负债累累，要求他掏钱付赡养费，陈大宽没钱，他们就厚着脸皮跟奶奶要房子要地。奶奶家本来只有1块种土豆的地，这么一折腾，现在连房子带地全卖出去，也凑不出多少钱。而彼时我在彩票站等着开奖，有上一世的记忆，我深深记得有一期彩票头奖的号码，正巧是我的生日数字
上一世开讲的时候，我还在奶茶店打工，累到腰酸背疼的时候，还调侃过，真应该碰碰运气。这一世大奖就这么落在我头上了，足足1000万，扣完税还剩下800万。我直接把其中一部分存死期吃利息，剩下的分3张卡，各寸一部分留作他用。做完这一切，我就有底气，彻彻底底和陈家人对抗了。我手机上传来消息，是陈大宽发来的，他让我立刻停学回家，帮他一起还债。我十分诧异，自从上一次假死事件之后，我已经和他撕破了脸，甚至断绝了关系，也不知他为什么还有脸来联系我。怔中片刻后，我看了看余额里令我倍感踏实的钱，淡淡回了2条语音：我和你什么关系啊？你就让我还债，你养在外面的小三和私生女算什么？天底下还能有这样的爹，真是无耻至极。陈大宽气得打电话来大骂：陈默，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再怎么说我也养了你20年，还为了救你死过一次了，你居然还敢跟我翻旧账。我冷笑：您那是真死吗？追个毒蛇把自己跌沟里了，身上一点伤都没有，还买通村里的大夫帮你做假证。哎呦，我都替你蒙羞。话一揭开，陈大宽沉默了，可接着又是一顿臭骂：你这个死赔钱货，都是你坏了老子好事，老子在外面欠债，装死就能躲过去了，要不是你叫来什么假大仙，还能有现在的事吗？我一听忍不住大笑：那就是你的事了，从小你就没尽过一天父亲的义务，从此也不必跟我以父女相称，我马上就要起诉你了，你等着吧。打完嘴炮，我心情舒畅，同时叫了个快递寄到奶奶家，是我谎称找人安的空调，实际上那里面藏着监控摄像头，有了这监控，奶奶家此刻发生的事便一览无遗。比如于梅正躺在床上，颐指气使地让奶奶做饭给他吃；比如陈慧此刻正一边用手机自拍，一边抱怨陈大宽为什么不给他买新衣服，而陈大宽则是借酒消愁，想着从哪里捞钱来得快。我趁机发了条朋友圈，晒了一下我新买的手机和电脑。之前我特意加了于梅和陈慧的微信，就是想让他们看到这一切。上一世他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如今却只能干瞪眼。果然看到我发了新动态后，陈慧就找上了我：陈默，你哪来的钱买2万多的电脑？我一笑：哎呦，你还挺识货的嘛，知道这电脑2万多，那你知不知道我手上的这块表要15万？说完，我又拍了张腕表的照片发给他。陈慧震惊了：这不可能，你一个穷学生哪来这么多钱？我立刻回怼：我再怎么穷学生，也比你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混子强。至于我有多少钱，不是你这辈子能揣测的。接着我不再理会陈慧，任凭他们去猜忌就行。陈大宽是第2天联系我的，他堵在我学校门口要看我，可我压根不在学校住。自从有了钱后，我就直接在学校外面租了个房子。我的钱足够我在市区内买一栋好房子，但我以后不打算在这个城市定居，所以暂时租房。陈大宽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了我的住处，他赶来的时候，小区保安正拦着他：看门狗滚开，我去我闺女家，需要什么人脸识别？他蛮不讲理，保安语气也不好：我们是高档小区，住户都要识别脸才能进去，你不是这里的人就不能进。陈大宽还想叫骂，我直接呵斥住了他。见我回来，陈大宽一脸怒容：好你个陈默，你哪来的钱住这么好的房子？有钱不先来孝敬老子？
你简直猪狗不如！”谩骂声震得我耳朵都疼。我鄙夷地看着他：“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和你早在你假死骗我的时候就断绝关系了。我妈死得早，从小没爹照顾，你算哪门子老子？”陈大宽被激怒了，上来就要打我，可还不等他动手，保安就制服了他。陈大宽胳膊被反拧，疼得龇牙咧嘴。保安恭敬地说：“陈小姐，需不需要我报警？我们小区一定会保障每个业主的人身安全。”我笑着摇头，同时大方地赏了保安1000块钱小费。保安乐得眉开眼笑，恨不得把我当财神供起来。转账的声音落在陈大宽耳朵里，他眼睛都直了。“你给他1000块钱小费？陈默，你是不是疯了？”我没理他，直接扭身回公寓。身后持续传来陈大宽的叫骂声，但很快就被保安的呵斥声压制住了。回家后，陈大宽也没放弃对我的骚扰，他一直问我钱哪来的，让我尽快把钱给他。硬的不行他就来软的，说要钱给我妈修坟。我没理他，专心做我的事。这一世没了还债的压力，我轻松许多，学习也更有劲头。加上这段时间我的刻苦，在期末考试中拿下了全系第1的成绩。马上就要到暑假，我准备去外地玩一圈，好好放松。放假前一天，我刚从图书馆出来，就看到陈大宽一身破烂地站在我们教学楼楼下，隔着老远就能看出他正满眼算计地盯着我。我知道来者不善，干脆直接和他对视，看他到底要干什么。陈大宽上前2步，脸上堆着鬼笑，拉着我是手腕：“闺女，你这么多天不回家，爸爸来学校看看你，还给你带了奶奶特意准备的吃的。”他放下肩上的蛇皮袋，从里面滚落出几个干瘪的红薯，还有一床破棉被。陈大宽又故作悲伤道：“爸知道你出息了，看不上爸这个穷人，可你怎么都得回家呀，奶奶还天天念叨着想你呢。”他说话嗓门很大。此刻是下课后，许多学生都在往外走，周围有不少人往我们这边看，有人不免交头接耳起来，有几句话飘进我耳朵里。没想到全系第1的陈默居然是这样对自己爸爸的，看他爸也挺可怜的，他怎么这么冷漠呀？是啊，陈默平时吃穿用度都很好，没想到他爸看上去这么穷酸。你说陈默的钱是哪来的呀？我冷眼扫过去，那边声音才消停了些，余光也没有错过陈大宽眼中的得意。很明显，陈大宽是想道德绑架我。我直接冷下脸：“断绝关系协议已经签了，你还没脸没皮来找我干什么？”陈大宽眼中划过一丝恶毒，紧接着便假笑道：“血浓于水呀，父女关系哪里是说断就能断的？”我咧嘴一笑：“你不是说我是赔钱货，要儿子不要女儿吗？”陈大宽赶紧说：“那都是气话，气话怎么能当真？况且虽然我跟你于梅阿姨在外面过日子，我也一点没忘了你啊，不是每年都回来看你吗？”我沉默着低下头。那个陈慧比我大2岁，也就是说，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就跟于梅搞在一起了。当时你还没跟我妈离婚，却常年在外住，和于梅以夫妻相称。陈慧也在外人面前直接叫你爸爸，没错吧？说到这里，周围看热闹的同学都愣住了，他们的表情都在说我可怜。陈大宽大概是没想到我会直接扯开他的遮羞布，顿时恼了：“那也是我的事，是让你妈生完你就再也不能生了。总之，你别那么多废话。你现在有钱了，就赶紧给我，我要拿去还债。只要你乖乖给我钱，我就还认你这个闺女。
过去签的断绝关系协议就一笔勾销了。他的话让其他同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点点头，这样啊，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可以放心地告你重婚罪了。毕竟这是你自己承认的。重婚罪定罪比较复杂，需要外人亲口证明你和第三者在外面以夫妻之名生活。我还嫌搜集证据麻烦，没想到你自己承认了。我已经把刚才的对话录音发给律师了，法院的传票很快送到。陈大宽无比震惊地瞪大了眼睛，他似乎没想到，一向逆来顺受的我，居然可以如此快准狠地制裁他。而这时候，一旁看戏的同学们也都明白了我的难处，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讥讽陈大宽。此刻他愤怒至极，想要上来抢我的手机，可还不等他上前一步，我雇的保镖就已经冲过来给了他一脚。我提醒保镖收敛，毕竟这是在学校。同时我也庆幸这保镖雇得太对了，我命保镖把陈大宽丢出学校，并警告他不准再来。与此同时，陈慧和于梅在手机上疯狂骂我，还让我赶紧把钱拿出来还债。可接下来他们就骂不出来了，因为陈大宽很快被传唤到了法庭，证据确凿，法官基本可以认定他重婚罪，他要面临牢狱之灾。这下奶奶气疯了，也打电话来骂我，还让我立刻撤诉。他不断道德绑架我，说天底下没有我这样的女儿，还说我这么对他们家人一定会下地狱。我对于他的谩骂已经不痛不痒，毕竟上一世濒死的痛苦可比这难受多了。也是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来了，我的户口还在陈家，当时我走得急，忘记把户口迁出去，于是我打算等暑假游完后再回一趟村里解决这件事。没想到就在我去南省度假的时候，村长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我接起，他说我奶奶和陈大宽都死了，这次是真的有人死了。我皱紧眉头，陈大宽不是已经要坐牢了吗？怎么会死？村长把事无巨细递到来，说陈大宽在第一次败诉后要申请上诉，接着他回了村里，和奶奶到处败坏我的名声，说我狼心狗肺，有了钱就弃养家人。但村里人自从上次假死事件后，都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没一个人相信他，而讨债的人还在追着他要钱，他挨家挨户的借钱也借不到。结果他干脆动了歪心思，想把陈慧卖给隔壁村的老官夫换钱。他先把于梅支开，又将陈慧迷晕送到车上，可车还没开出去多远，就因为遇到暴雨翻进沟里。陈慧醒了，两人撕破脸，父女之间大打出手，最后一死一伤。现在陈大宽死了，陈慧进了警局，于梅哭着要跟奶奶算账，可奶奶也不是善茬，直接和于梅大打出手。因为于梅一直假装怀孕，却因为一次摔跤去看病时露了馅，奶奶生怕她滑胎让孙子没了，结果一问大夫才知于梅根本没怀孕，只是肚子大而已。结果于梅就是这么白吃白喝，把奶奶家吃空了不说，还骗了奶奶的积蓄。现在的情况就是于梅和奶奶打得头破血流，奶奶直接进了医院，最后也不治而亡。于梅则是跑得无影无踪，陈家的事无人管。村长需要我过来签死亡证明。我回到陈家，第一件事是继承奶奶的房子，第二件事是打官司告于梅。毕竟虽然我和陈大宽断绝关系，但于梅在陈大宽生前花的每一分钱都属于陈大宽和我妈的夫妻共同财产，这钱我必须要回来。张慧在监狱里听说了这件事后，对我破口大骂，
说她也是爸爸的女儿，她也必须享有继承权。可惜她一不在户口本上，二来爸爸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没人能证明她是我爸的亲生女儿。我把奶奶家的房子和地都给卖了，这点钱虽然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依旧让我的内心得到了一丝慰藉。这一世，我终于可以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